没有1磅重量用于对地攻击。很多人一旦提到美利坚之鹰 F-15，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这句口号。时至今日 ，F-15 战机已经在多个国家服役了几十年，甚至已经与 F-4 鬼怪2一样，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的代表作品。与此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F-15 统治了中东的上空，并创造了其他战机未曾有过的辉煌历史。而在30多年前，以色列空军缔造了一项传奇。自从建国之后，以色列就与周边国家的纷争不断，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逐渐树立起中东强国的地位。这是因为以色列无比重视空军，在海军中曾流传过一句话：最好的防线是在敌人港口外。以色列空军同样也有一句名言：最好的防御是在敌人机场上空。这种理念使得以色列常年进行空军实战锻炼，并培养出诸多艺高人胆大的飞行员。而在一次实战演练中，以色列空军创造了 F-15断翼飞行的奇迹。事件发生于1981年的内盖夫沙漠地区，当时一群2架 F-15D 战机与4架 A4 天鹰式攻击机正在进行空中缠斗训练。新手飞行员纳蒂维驾驶的 F-15D 与 A4 在空中相撞，纳蒂维立即感到机身强烈晃动，并见到一团 A4 爆炸产生的火球。随后听到了无线电传来的消息， A4 飞行员成功跳伞。同时，纳蒂维驾驶的 F-15D 又以大量漏油，机身呈螺旋式下坠。纳蒂维明白战机已经严重受损，但却并不清楚座驾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坏。在收到弃机跳伞的命令，纳蒂维认为可以将飞机飞到16公里外的机场降落。在临近机场上空时，纳蒂维开始减速，但由于战机右翼重心不稳，又开始旋转起来。于是，纳蒂维启动后燃气加速，再次控制飞机。在机场降落时，纳蒂维将着舰钩放低，以2倍标准速度进行紧急迫降，最终成功回到地面。但当纳蒂维下飞机，才发现刚才驾驶降落的战机早已失去了右翼。尽管这架 F-15D 战机严重受创，仅过去了2个月的时间，安装了新右翼的 F-15D 就重新回到了天空。自从服役之后， F-15 战机家族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在多次局部冲突中充分展现了优异的作战性能。发展出的 F-15EX 也证明这款半个世纪以前的设计仍然拥有相当充裕的改进潜力。然而在如今的网络上，即便大量资料技术处于解密状态，让不少人不断抹黑这款经典战机2代气动、力大专飞以及纯粹依靠优异引擎堆起来的平庸设计等言论不断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作为F-4鬼怪2的正统继承者， F-15究竟拥有怎样的实力，才能成为丝毫不输于 F-16的经典？2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与军方认为，未来的战争必将是一场核大战，传统的空战机动将变得陈旧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拦截。在这种想法之后，美国战斗机的设计重点转向核武器投射能力与防空截击能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空军战斗机重型化、多用途化，导致战机机动性下降，在空战中不再占据优势。1963年，当美军着手确定未来武器需求时，空军系统司令部司令伯纳德·舍里耶夫将军主导的预测对未来战斗机项目的猜测稍显欠缺，认为空军在70、80年代的作战需求将集中于装备导弹的 F-111和 F-4战机，能够飞得更高、更快的战略轰炸机将确保真正的空中优势。在配备超视距导弹后，未来作战将在无需目视的情况下展开。然而，在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后，却发现空军被迫在一个与想定条件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作战，原本的拦截与核武器投送能力完全就派不上用场。先进的空导弹也因为无法适应越南潮湿的环境，频频发生故障。另外，敌我识别也是一个大问题。多起误伤事件后，为了避免再次击落己方反航机或国际武装飞机，美军又加上了目视识别原则。这里稍微解释一下，美军在越战时期的目标识别原则，由于敌我识别应答器的可靠性不高，越战中的美军飞行员通常需要目视辨别敌我，包括标识、涂装以及特定信号。后来则是通过雷达询问与应答器。为了减少误伤的情况，美军制定了严格的飞行与识别规则，要求飞行员严格识别。即便如此，地面防空系统仍会出现误伤友军的情况。另外，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飞行员也没有了空战训练课程，进一步削弱了飞行员的空战能力，导致美国空军在越南战场上的战损比达到了相当惨淡的2.5比1。
战场表现清晰证明 F4、F100 以及 F105 战机，再加上 F102、F104 以及 F106 拦截机，并非美国空军的理想装备。预想中的核大战没有爆发，处于冷战2级的美苏展现了基本的克制，这也迫使美军重新审视未来常规战争的形态。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积极研发下一代战机，以实现军事优势。不过，美苏双方都无法预知未来战争的具体形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军并未立即发布招标要求，而是先进行了内部的深入研究。1966年，美国空军指定麦道、北美以及费尔柴尔德3家公司参与 FX 计划竞争，但1967年米格25的亮相加速了 F15的开发。米格25的出现对美国造成了震撼，与后来 F117引发的全球反响不相上下。60年代初，美国秘密实验了女武神轰炸机，代号 XB-70。该轰炸机的极限速度在3马赫，能够在2万米高空飞行，最多可携带14枚核弹。这个消息传到苏联后，让苏联国防部非常紧张。要知道，当时苏联最快的飞机也才2马赫，苏联不想坐着等挨揍。为了应对美国带来的威胁，苏联决定开发一款全新战机。发展出25涡喷发动机，只需要2台发动机就能让一架重型战机实现3马赫的飞行速度。随后，米高扬设计局联合中央空气动力研究院开始研发苏联的未来战机。为了解决材料问题，米高扬设计局决定采用镍合金钢板作为机身。这种材料虽然重，但耐热性绝对足够，勉强能做飞机机身的材料。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能在2万米高空以 3.2 马赫速度飞行的战斗机，飞行速度一度超过当时导弹的米格25。不过，极端的性能也带来非常严重的副作用。米格25的发动机寿命只有150个小时，如果持续以3马赫的速度飞行，在执行一次任务之后，就需要更换米格25的发动机。但当时的美国并不知道。美国情报机构推测，米格25的飞行速度至少3马赫，甚至可能达到4马赫。这种误判让美国空军感到压力倍增。在经过内部评测后，美国空军得出结论，强调提升动力与机动性能，比仅追求高速飞行更为重要。随即便调整了 FX 的设计要求，增加了对高空高速目标的拦截能力，着重强调战机在空中击败敌人所需的功能。尽管这改变了飞机的基本属性，但确实让 FX 赢得了足够支持，空军得以推进新战斗机的研发工作。在 FX 计划进行期间， NASA 作为技术发展研究的先行者，同样在进行相关战斗机构型研究。当时提出了4种方案，包括可变后掠翼的 LF-AX4、固定翼版本的 LF-AX8、双发上单翼的 LF-AX9， 以及与苏联米格25相似的 LF-AX10。最终麦道公司选择了 LF-AX8 固定翼版本，而 LF-AX4 可变后掠翼版则被格鲁门公司选中，并最终发展成为海军 F-14 舰载机。1968年，美国国防部正式要求 NASA 参与 FX 发展计划。促使美国做出这个决定的关键人物是刚进入国防部的约翰·博伊德。当时他正担任国防部研究工程局总监，是专门调来解决麻烦缠身的 FX 项目。当时海军刚退出的 F111 计划，转而将研发资金用于 F14 项目，但由于格鲁曼公司的误判，导致预算严重超标。于是海军向国防部与国会提出 F14 可以满足空军 FX 的全部要求。如果国防部与国会同意海军说法，那么海军将得到额外的研发资金，从而保证 F14 的研发与生产。但这意味着空军要与海军共同开发 F14。然而空军本来就对国防部强加的 F4 不满，越南战场的实际体验更是加深了空军的反感。若是再与海军一起研发 F14，将不得不为很多航母专用的功能付出代价，于是便修改了 FX 的项目要求。但空军并没有从更大、更快、更高以及更远的套路中跳出来，最终导致 FX 的起飞重量达到28吨。要知道满载的 B-17轰炸机才29吨多点。因此博伊德进入五角大楼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 FX 项目减重。在他的坚持下，脱胎于 FX 的 F15 没有成长为一个28吨的胖子，但博伊德依旧认为 F15 还是太重太贵了。空军在 F15 上配备了太多不必要的炸弹。通过一番军种政治上的斗法，空军的 FX 终于立项，
并发布了详细的方案需求，要求新型战斗机具有低翼载荷高推重比，在 0.9 马赫速度附近具有良好的机动性能，装备脉冲多普勒雷达，具有下视斜视能力，足够的转场航程，可以无需空中加油自行部署到欧洲基地，最大飞行速度要求达到 2.5 马赫，在空战时的重量要求不超过 18.144 吨，以及疲劳寿命、维护性、可视性、自启动能力等相关的要求。最终从3家厂商中选定了麦道公司作为主承包商，并将 FX 命名为 ZF-15A。 待发展合同有生效之后，麦道公司便进入全尺寸研制阶段，并于1972年7月27日成功试飞。在4年后，新战机经过了一系列实验后，正式加入了美国空军，获得了 F-15正式编号。虽然美国空军能在 FX 计划初期也曾进行过关于下一代战机究竟该注重多用途能力还是纯空优性能的争论，但在博伊德等人的努力下， FX 发展方向确立为纯空优战机。当然，其中也有空军对苏联米格23、米格25错误评估的因素。F-15这架被誉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4代战机，其机身采用了全金属半硬壳结构，遵循着经典的前中后3段式布局，使得 F-15在性能与耐用性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同样有人抨击 F-15采用了看似平凡的气动外形，甚至认为这是借鉴了米格25。这一点火力军后面会进行探讨。事实上，麦道公司认为美军下一代战机应该在飞行性能方面超越当时已知或者未知的对手，携带的武器必须同时具备在远距离和近距离消灭敌机的能力，航电设备与武器系统也需要满足一人即可操作的要求。战斗机在保证高性能的同时，尽可能的降低维护需求，从而满足美军未来作战需求。看到这儿，你就能明白麦道公司的设计方案一直秉持着简洁的理念，这也是 FX 并没有像海军 VFX 那样采用可变后掠翼的原因之一。当然，空军也是为了不想与海军设计重合度过高，从而被迫与海军合并为同一个项目。F-15英式战斗机并未采用 F-11、F-14 或其他现代战机上所使用的前缘进翼扰流板或其他增声装置，而是采用了非常罕见的前缘锥形扭转设计。在麦道公司最初设计时，借助计算机的发展，做出了上百种方案，最终得出了2种方案，一个采用前缘进翼，另一个则是不采用。经过对比后发现，在采用前缘进翼的情况下，虽然可以满足战机跨音速机动需求，但带有弯度的机会降低超音速性能，并带来增重的风险。相反来说，锥形扭矩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超音速阻力，但具备较好的跨音速机动性能，同时规避了前缘进翼增重的影响。由于 F-15战斗机的水平尾翼相对靠后，配平力矩更大，因此非常有利于提升超音速配平能力。从具体数据来看， F-15战机虽然没有前缘进翼、边条翼等增加升力的设计，但拥有 1.6 的升力系数与 11.3 的升阻比，拥有中央升力体和边条等气动设计的米格29也只有 1.45 的升力系数与 10.5 的升阻比。一对大型多几何形状的侧向进气口，除了为发动机输送清洁空气以外，在特种飞行状态下还能充当压翼，为战机提供额外升力与机动性。那么 F-15的气动外形为什么与米格25有些类似呢？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追溯到美国国家航空资讯委员会 NACA 曾在1920年代设计出一系列飞机翼型。苏联的 TSAGI 中央流体研究院同样是设计翼型的，不过在发展上受到了 NACA 的影响。在50年代 NACA 加入 NASA， 兰理研究中心成为 NASA 的下属单位。从60年代开始着手先进战斗机方面的气动研究，并在 FX 项目中为参与厂商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兰理研究中心在自己预言结果的基础上，开发出了数十个气动设计方案，在经过内部衡量后，选中了4个设计方案，提供给了各航空公司。在这4种方案中，与米格25最相似的应该是 LF-AX10， 不过麦道公司选择的是 LF-AX8。 F-15和米格在气动上的区别，就如同 LF-AX8 和 LF-AX10 的区别，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大区别，都是为了在大攻角状态下获得良好的进气性能。这种相似或许就像 B1 与图160的相似性一样，都是为了实现相同的设计目的，导致双方设计师在设计思路上的殊途同归。咱们言归正传，在 FX 概念研发初期，空军就已经决定下一代战斗机主要武器为机炮与短程导弹，其中无鞘弹药的运用不仅有效提升 F-15的杀伤概率，还能在相同重量下携带更多的弹药。一门20毫米 M61 机炮备弹量高达914发，成为机炮备弹量最高的4代机。另外 F-15还拥有11个挂点，
标准空战挂载为4枚 AIM-7 和4枚 AIM-9 导弹，当然 F-15也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可携带 GBU-28 钻地弹、B-61 核弹等武器执行任务。而在后续不断的发展中， F-15也逐渐成为4代机中的最强炸弹卡车。从早期型号开始， F-15就已经有了炸弹卡车的特点。早期服役的 F-15拥有11个外挂点，机下方每侧都可安装一个3连复合挂架，各挂载2枚空导弹与1个副油箱。在进气道下方还有2个半埋式挂架，用来挂载4枚麻雀空导弹，机腹挂架可以挂载副油箱，总计可以挂载4枚中程空导弹与4枚近程空导弹以及3个副油箱。不过，作为炸弹卡车的知名度是从 F-15E 打开的，尤其是加装了宝型油箱之后，在 F-15装备空军12年之后，为了取代 F-111， 麦道公司基于 F-15设计了以地面攻击为主，同时具备空中作战能力的双座战斗轰炸机，命名为 F-15E 攻击鹰。在 F-15CD 型上，美军测试了早期的宝型油箱，其下方可以安装2个挂架，用来取代被挡住的半埋式挂架。为了提升挂载能力， F-15E 宝型油箱经过了重新设计，在底部安装了一体式挂架，可以集成3个小型挂架。一体式挂架上方同样增加了3个独立挂架，这6个挂架的挂载能力均为454公斤。另外，在 F-15E 的进气道下方前端位置同样增设了2个挂架，通常用来挂载狙击手瞄准吊舱与红外瞄准导航吊舱。如此一来， F-15E 的挂架数量就增加到了21个，最大载荷重量达到11吨。值得一提的是，战机自重仅 14.3 吨，说它是炸弹卡车名副其实，毕竟二战时期的 B-29 轰炸机载弹量才9吨。这种搭配也让 F-15E 拥有了非常强大的作战性能。在沙漠行动中， F-15E 共完成了上千次出击深入，仅损失了3架，其中1架是在随后的伊拉克战争中损失的。等到了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期间， F-15E 再次担任了攻击助理，对卡扎菲武装的重点目标进行了饱和打击，仅有1架因为引擎故障坠落。正是因为这样的性能，在去年美国众议院发布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草案中，要求禁止任何 F-15E 退役。与此同时， F-15E 还根据不同的国家推出了几种改型，比如以色列采购的 F-15I、 韩国采购的 F-15K 以及沙特采购的 F-15S 等，大致也都差不多。此外，波音还先后启动了新加坡、日本等国的 F-15改进计划，发展出 F-15SE 沉默鹰。波音通过重新设计 F-15E 的内部构造，使得机身结构更加紧凑，同时在机身外部使用了隐身涂层，有效降低了 F-15SE。 而在 F-15SE 基础上，还发展出了一款最强型号 F-15EX 战机。F-15EX 的出现是为了取代美军因 F-35A 延期交付带来的部署压力，取代服役超过30年的 F-15CD。 如果说 F-15E 是炸弹卡车，那么 F-15EX 就是炸弹列车。武器挂点增加到了15个，不仅可以适配 F-15系列战机的各型号弹药，甚至还能使用 AIM-B1A 复合挂架，满载状态下可以携带 AIM-120、AIM-9 在内多达22枚的空导弹。此外， F-15EX 腹部挂点进行了改造，具备挂载重型弹药的能力。简单点来说，就是可以挂载重型炸弹与高超音速导弹。比如在执行地面打击任务时， F-15EX 在携带军团蓝盾或 AN/AAQ-33 吊舱后，仍能携载包括 HAWC 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型精确打击弹药，载弹量超过了 13.8 吨。在强化挂载能力的同时， F-15EX 的其他方面同样进行了升级，配备新型 AN/APG-82 型 X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集成了超级大黄蜂 AN/APG-79 雷达的处理器和 APG-633 的天线，以及新的冷却系统和射频可调滤波器。两种雷达优势结合于一身，具备空地、空海等多种工作模式，不仅让 F-15EX 具有更强的空战能力，还将大幅提升 F-15EX 对地面和海面目标的探测跟踪能力，让其对雷达反射截面积为1平方米的目标最大探测距离超过了150公里。如像米格21这种尺寸的战机，200公里外就能发现。配合相关空地精确制导弹药后，多用途作战也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F-15EX 换装了 F-110GE-129型涡扇发动机，与早期型号相比，增加转速，改进了材料，零件数目少了 40%到 50%， 使得发动机使用寿命达到了6500到8000小时。
一台加力推力 13.2 吨，使 F-15EX 的实用升限从一型的15000米增至18288米，战机的寿命也扩大了4倍，从 F-15只能服役5000小时增加到了 F-15EX 的2万个小时。F-15EX 的另一个特点是安装了数字飞控系统，再由计算机辅助飞行员完成飞行控制，从而实现稳定飞行，使得 F-15EX 在起飞降落等最为复杂的程序当中，有效减少了飞行员的繁琐操作。不过在一番升级之后， F-15EX 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在美国国防预算案中， F-15EX 的采购单价超过了1亿美元，超过了 F-35 的价格。大家是不是觉得这1亿美元的单价是 F-15EX 的短板？毕竟单价都购买5代机了，傻子才会买4代机呢。其实不然，美国空军在决定购买 F-15EX 前，就对该机与 F-35A 的使用成本进行了对比评估。根据他们的测算，在采购后的15年内， F-15EX 的每小时飞行成本平均为 2.9 万美元，而同样条件下 F-35A 每小时飞行成本为 4.4 万美元。不过这是因为 F-15系列战机已经在空军服役了半个世纪，美军已经建立一套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 F-15EX 这个家族的新成员可以沿用既有的体系保障力量。在人员培训方面，美国空军只需稍加利用既有的地勤力量，就能够很好的完成对 F-15EX 的保障任务。那么 F-15与美军另一架王牌战机 F-16相比，谁又更强呢？从参数上相比， F-16无疑是吃亏的一方，单发轻型，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最大作战半径550公里。在60年代，美军设计了 F-15与 F-16的目的是为了互补，而不是为了取代，所以两者的作战任务完全不同。F-15作为重型战斗机，执行夺取制空权任务，换句话说，战斗一开始 F-15就需要冲上去了，与对方王牌战斗机硬刚。当初在中东地区，以军就是凭借几十架 F-15正面击败了联军的米格战机，从而拿下了贝卡谷地的制空权，为地面部队扫清了障碍。而 F-16并不是为了夺取制空权，其优点在于轻便与多用途，空中缠斗没有 F-14、F-15强，但胜在可执行对地攻击的任务。在发展出 CD 型后，还扮演着对海与反舰的职能。在复杂环境下， F-16的察打一体功能更强大，并且造价也比较低廉，更具备性价比。在雷达方面， F-15与 F-16同样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F-15拥有大型雷达系统，探测距离达到400公里以上，可以在远距离发现并锁定目标。其武器系统包括多种空对空导弹和空地武器，如 AIM-120D 中距空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具备远程拦截和多目标跟踪能力。而 F-16的雷达虽然小，但探测距离也达到280公里。最新型的 F-16V 搭载的 APG-83 雷达更是拥有370公里的探测距离，火控系统集成度也更好，支持开放性任务计算机。武器系统方面，同时兼容多种空地以及反辐射导弹等，多任务适应性更强。此外， F-16还拥有先进电战系统，包括雷达干扰器与电子侦察设备，能够在电子环境下保持优势。另外，两者在实战方面的表现都拥有非凡的战斗力与适应性，并多次参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冲突。 F-15强大的空战能力与远程拦截性能， F-16灵活多变的任务适应性与生存能力都在战场上得到了验证。随着技术的发展， F-15与 F-16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升级版本，比如 F-15EX 与 F-16V 等。这些升级版本在保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信息化作战的能力。那么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哪款战斗机将更受欢迎呢？是重型空优战斗机还是轻型多用途战斗机？这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在影片的最后呢，火力军再探讨一个问题， F-15EX 与 F-16V 这两架战机谁会先退役呢？各位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